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6月27号星期四纽约看天下，我是魏必洲。今天跟各位来关心几个已经将要展开的一些事情。首先是这个川普在今天早上差不多4点多钟刚刚抵达了这个日本的大阪，准备要开始进行这个 G20 的集团会议。那么这个当然是主要是为因应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金融海啸之后所出现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所了解到的，昨天当然这个白宫这边有一个吹风会，他大概要见9位领导人其中就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现在排出来的时间大概是90分钟，也许比这个可能还要再短。那么这个时间这个安排这个宣布的东西也有一些意义，有一些消息，有一些这个猫腻在里头，我们等下来看一下怎么回事，这里面会到底要谈什么。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双方之间是不是会谈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经贸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我们来谈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外媒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习近平现在在这件跟川普这一次的事情上呢，他的两难可能是他就任以来最难的一次会议。怎么说呢？这里头有一些习近平到底要在这个跟美国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如何又能够促使他这个经贸上的这种改革能够符合美国的这个要求，但是他又不要得罪国内这些政治上还有其他不同利益的集团，甚至伤害到自己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核心。那么这是对他来讲，这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是跟这个加拿大有关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出口这个猪肉大概加拿大的猪肉出口到中国是主要的这个出口大宗。那么现在出现的就是在中方检验加拿大进口的这些猪肉里头发现的这个所谓瘦肉精那么因此开始宣布全面禁止加拿大的这个猪肉进口。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中加关系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川普这一次的这个到 G20。那么昨天当然这个川普其实在美国国内这边也是一大堆事情，所以到昨天去了。当然我们从美国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川普昨天就先基本上昨天上了飞机之后就到达日本。那么他到日本之后呢，当天就是在那个时间，在那边的时间是礼拜4晚上了那么这就直接就跟一些相关的人员见面。那么他昨天晚上第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是先见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然后双方这个吃饭共进晚餐。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讲，从这个角度安排来讲，也对澳大利亚来讲是相当高的一个礼遇。这么话说呢，也表示说美国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重视性他没有跟日本他没有跟这个韩国，也没有跟这个德国，没有跟这个法国这些几个国家这个吃饭那当时这个整个东京大阪大概是下着雨吧，所以这个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打着伞撑着伞在机场迎接的。那么习近平当然也到了，到了不少人。习近平下来这飞机之后，我们待会看一下，他首先呢跟这个韩国就是南韩这边人见面了。那么这个里头内容其实不多，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等说习近平跟南韩之间到底会谈出什么东西出来，特别是这个习近平刚刚见了这个金正恩，那么对于南韩这边会带来什么样的讯息？不过就目前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一些东西好像并没有特殊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我们看这一段是新华社应该是央视吧所播的有关于他们两个见面的情况。那这个对我们听一下他的说法好了。协调，共同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谈友好合作，符合历史潮流，也是两国人心所向。中方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引领下，韩中关系发展势头喜人。韩方愿同中方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方对此高度赞赏。韩方将继续致力。是比较这种官式的说法，但是总说来透露出来这个调子是相当积极的这个调子。那么韩国媒体报道这个文在寅当然是很有能够跟习近平见面这个机会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从韩方现在目前所流出来的报道呢，并没有看出有双方在这个朝核问题方面有多少的进一步推动。但是呢，双方都愿意保持愿意赞同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大趋势，这是双边都赞成的。当然，这里头主要谈的是双边的相关的这个韩中之间韩国跟中国之间的相关关系。那么文在寅在里头有提到的是，当然希望加强经济上的合作跟中国等等。他特别还提到一件事情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非军事区内啊，这个还是挖出来，这个整建的时候挖出来不少中国在这个朝鲜抗战的这个军人的这个遗骸啊，所以现在这个要再整理啊之类，要把这个遗骸在这个用正式的方式再运送给中国啊。那当然这个事情对中方当然是表示感谢了，因为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其实当然还有非常多的这个中方的当年这个抗美援朝的这个尸体啊。遗骸还是这个遗体都还在这个朝鲜这个战场上，都还没有正式的都把它发掘出来弄回去，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中国跟韩国之间来讲，一直还在持续进行的事情。那么除此而外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朝核这边并没有再进一步大的发展，但是就这个势头来讲的话，还算是正面的势头，那么正面的发展。那么韩国这边呢，也在跟中方这边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啊，习近平不久将要去访问韩国的这样子的一些细节的事情。如果习近平去访问韩国的话，当然这个对于这个朝鲜来讲的话，也是发出一个正面的这个讯息啊，表示中方在于在两韩之间是扮演有这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是在习近平附近这一方面，当然习近平还要见一些其他国家的领袖，但是呢，并没有完全透露出来要讲什么，要见什么人。那么在中方所放出来的这个讯息里头呢，并没有提到啊，这个中方里头并没有提到他要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他只提到了要会见其他的领导人。所以就中方来讲，这个把美国对这个川普之间的会面的这件事情呢，是压得相当低的。那么压得相当低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说不必期盼在这次会议里头有什么样重大的突破，因为这个至少在这个中方来讲，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这个把连名字都不写啊，所以看出来这个在这个会议上里头，要对这个美东经贸这方面来讲，会不会有达到任何实质上的结果，大概都不太可能。不但在这方面不可能，在其他方面都不可能。所以在新华社的这个说法里头呢，基本上连这个川普总统的名字都没有，所以可以看出来中方的态度是什么了。那么这边美方的态度呢，当然是在这个川普在走之前呢，还是不断的继续喊话，这个说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就现在所冒出来的最新的这个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川普总统在走之前啊，在这白宫面前被记者问到的他说的一些话啊。我们看一下。他这讲的跟普京的事情啊。There's a possibility. I'm meeting with Russia. I'm meeting with China. I'm meeting with many countries. We're meeting with many countries. We have many things. We've been ripped off by everybody over the years. They're not ripping us off anymore. A big difference right now. We're meeting with China. Just so you know, China has been paying us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Until I got here, they never paid this country 10 cent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with China, with Russia, with Japan. 所以他刚刚讲的是说呢，他说我这次呢，当然会跟中国谈啊。中国照这个中国，他是讲很多国家了，好，包括中国在内，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啊，在美国便宜占了这么多年。那跟中国来讲呢，他说最近中国已经付了我们很多关税，他是从这个关税角度来讲，所以他从中国这边赚了很多钱。而且他说，在我来当总统之前呢，这个中国从来没有付美国连1毛钱都不付，这样子，就是因此我来的话呢，他说以这方才会有一些改变跟变化。所以他说我们再看会说什么啊？那么他在这之前还接受另外一家的媒体的访问呢，基本上讲的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中国在这一次没有做任何让步，或者是这一次会议结果没有任何让步的话呢，那他们绝对会加关税。也许这个关税是不是现在是25%啊？也许是从10%开始加起，但是这是他的这个备案做法啊。那么现在所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个，譬如说这个南华早报昨天冒出来这条新闻是说，这个南华早报讲的是说这个会有一些进展啊，这个进展南华早报用的还是他们的独家角度来讲啊，他说这个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跟美国啊 tentatively 就是暂时达成一个这个贸易战这个停火的这个要求啊，在这个20之前，表示说在两个人还没有见面之前呢，双方就已经要达成这个贸易战要停火了。然后这样子双方再去讲话的话，就比较这个气氛就比较和缓，因为在这见面之前已经停火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所谓停火呢，当然就是最近2-3天了。也许在最近2-3天，是不是美国跟中国会有个共同的一个声明，或者是各说各话的一个声明出来，就表示说这件事情我们暂时结束，等我们现在开始谈话，我们再确定下一个阶段
这个谈判的这个时间之前，我们就暂时会把这个贸易战暂时停止，因为如果就美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行政程序呢，应该在7月6号开始就要开始对中国宣布这个贸易战的宣布加这个贸易战的东西了。那么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南华早报的说法是说，我们现在暂停，不但暂停呢，而且我们因为暂停，所以才会有这个先决条件是背后要开始继续进行谈判，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个暂停的情况出现啊。所以就南华早报这段话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已经暂时达成一个协议啊，一个 another truce， 另外一个停火协议。那么然后呢，希望能够把这个谈判，双方的谈判继续恢复啊，这是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啊。但是呢，这个现在有关于这个双方同意要停火的这个条文呢，现在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正在这个草拟当中，双方还在这个问来问去，这个话这个遣词用字该怎么说啊？他说 in advance of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个等于是在礼拜6啊，这个川习会之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双方停火的协议呢，就要拟定好了。不但拟定好呢，可能还会发表。所以今天是礼拜4啊，他们礼拜6见面，有可能在礼拜5的时候，双方就会发表一个东西，说我们现在暂时这个因为这个为了要继续进行讨论、进行这个谈判，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停止这个贸易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2个领导人呢，才会在比较和缓的、友好的气氛下去进行。因为这里头有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呢，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新华社根本连这个跟这个川普见面这个名字都不提。那么中方一直很担心，这几天以前大家也知道，中方一直很担心，假定跟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之间有一个正式的见面，而川普到最后结果又是突然搞一个怪招啊，这个拂袖而去，或者是弄得不欢而散，这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难堪的，而且他回国内里头他也没有办法在政治里头做一个交代，因为他居然在中国让中国在美国人之前丢了脸了啊，那么这个责任或者这样子的挫败，他是担待不起的。所以他尽量把这个跟贸易战的这个事情跟这个川普之间，到目前为止把这个期望值拉得很低，不但很低呢，他还希望在这个双方要见面之前就能够达成一个美方说我们现在停止贸易战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用这个方式来扣住川普，使得川普在这个会议上不会产生一些怪招。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中方现在想要强调去做的这个事情，但是美方现在来讲好像没有听到这样子的说法没有说在之前会有任何协议。那么最后一次是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就是川普刚刚到达这个大阪的时候，那个《华尔街日报》呢就冒出一条新闻说来，就是说要这个中方希望这个美方做到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要停止关税。假定我们现在跟你达成协议的话，你川普现在给我们所有的关税，你要全部停止，全部把它取消掉。这是中方希望如果要见面的话就能达到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希望中方跟美方坐下来谈的时候，不要再有这些枝枝节节的这些细节压上来。所以在这个川普到达之前那么这个好像就借这个《华尔街日报》又放出这个话出来。但是这个话怎么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就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大致上的趋势就是说，这一次的见面不会有实质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川普的这个行程，就也许可以再去推断回来说，到底这个中方跟美方之间会不会有没有实质的结果？我们可以时间上来推断那么譬如说川普这个叫他这个案子，昨天白宫有个吹风会就把这个川普的大致的行程就公开了。第一个，他到了大阪，昨天晚上就先跟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先吃饭了，双方谈一些事情，他们也会谈到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所以从川普角度来讲呢，他并不是完全的一意孤行，他会跟其他的国家去谈一些事情那么再来呢，在这个礼拜5就吃完饭，早上呢，除了参加这个所谓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主要的 G20 会议之外呢，他还会单独再见这个日本这个首相安倍，然后再跟安倍一起去见印度总理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巧妙安排，也说明在这个日本在这个亚太印支战略里头这个所处的这个重要地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做法是什么？他这个川普现在已经跟澳大利亚见了面了，跟日本见面了，再把日本就拉去跟这个印度见面，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印太这个美国这个现在所要推动的这个抗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印太这个战略，在这个地方
不但形成，而且在运作。现在所差的就是没有把这4个国家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事情就是了。但是有美国在中间居中曲线啊，这个拉线，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印太这个亚太的这个印太新的这个印太战略这个方式正在成型当中。那么他会跟这个印度的总理见面。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性的有关于这样的发展。但在这个日本之间有一个插曲，我们必须说一下啊，就是他跟日本之间的问题。这个川普昨天在这个会里头，在跟美国媒体讲话的时候，又冒出一个惊人之举啊，他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我们假定美国受到攻击的话，假定日本受到攻击，可能就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我们美国一定倾全力去救日本，这个是绝无问题的。他说，倒过来讲，假定日本出了问题，假定我们美国出了问题，这日本绝对是不可能来救我们的，他们一定在这个在索尼的电视机上看我们美国人被人家欺负，日本人是不会来帮忙的。这个话当然说得很痛了啊。不仅如此呢，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把日本人给吓坏了，就是他考虑呢要这个取消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基本上是战后2战以后啊，美国为了要协防日本，然后堵住这个苏联、中共还有其他的这些共产势力所形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对于亚太的安定跟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川普这个理由基本上说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还是他的老调，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帮日本做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们日本人帮我们做了什么呢？就是川普现在这个斤斤计较，一切用金钱来算的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所以说有可能考虑要把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不但取消也好，或者是修订也好，另外还有这个美军在冲绳的这个基地，他也要想办法撤掉。这个让日本人是吓到不行，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太大的变化了。所以在美国这边的言论呢，也有冒出来了，就是说对于川普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啊，或者是想到就说的说法，或者是川普真正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整个美国的国际新的这个战略观，这个说法，这个国际世界、国际社会，还有特别是美国内部的这个外交跟国安的这些单位的人员或学者，不能不出来要指责川普，要痛骂川普，你这个话不能随便讲。所以在这一方面，他跟日本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话要谈，当然里头还有包括跟日本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对跟安倍来讲的话，这里有其实蛮复杂的事情。当然印度更不要讲了，印度这边美国刚刚取消他的最惠国待遇，同时又对印度加关税，印度同时也给予报复。但是即使这个样子呢，当然美国跟印度之间还是应该算是一个盟友了，所以这里头有打有谈的东西在里头。那么下来就是跟普丁见面，那这个也是大家关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带子之前，就是有人问他说，他说这个川普是他刚刚跟普丁通过电话，那么他问他说你这个讲了什么？川普说这不关你的事情，这不是我跟他谈的事情。但是他跟普丁之间谈的事情也是相当这个重要，从东中一直到亚洲到欧洲，就是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跟普丁要讲的，其中特别还包括美国跟俄国之间的这个中程核战的这个协议等等。那么上一次他跟普丁2个人单独见面，带着翻译谈了90分钟，到底谈了什么东西？现在外界很想知道，特别美国民主党一直在逼他要公布这个谈话的资料。所以这次他会谈什么？要谈什么谈？当然又是一个问题。当然这次他会大家有关切到，就是说你川普这次去，你到底会不会向普丁去抗议，说你每次都干预我们的选举？这一次你把我搞得很惨，川普会不会跟他讲说你要保证2020年的选举你不要再干预？当然普丁可能不会跟他做出这些保证的，所以这个是大致他跟普丁会见面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那么就是下面另外一个行程，我再把刚刚那个行程放出来好吗？就是说然后他跟这个见完了之后呢，这个军控这边谈完之后，然后倒回来他再跟这个穆迪见面，跟这个印度总理见面。所以这看起来他跟印度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东西要谈的啊。然后呢，再跟这个德国梅克尔总理见面。梅克尔因为基本上应该是快要下台了啊，所以跟他这个见面可能是2人最后一次的见面。这个梅克尔最近身体听说也不好，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事情可以谈。唯一可以谈的就是说，这个美国要在欧洲继续为了对抗这个俄罗斯可能还会建一些军事基地这种东西。那么这些有关于国防的事情，可能在这个方面会跟这个梅克尔有一些这个谈话。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天，到礼拜六的这个事。那礼拜六这个事情就比较有意思啊。他还会跟这个巴西总统，就是人称巴西的川普，他也会跟他见面，这个说法。那么到了礼拜六呢，就比较有这个基本上是比较重头戏了啊。那么礼拜六他第一个会跟先沙特王储进早餐，那么这里头就有很多问题的，因为最近跟伊朗的问题，所以这显然是必须会谈的事情。再加上还有这个卡舒吉啊，我们记得这个卡舒吉这个记者被杀的事情，他们也会跟这个沙烏地的王储舒尔曼来谈。那么记得去年这一段闹得非常大，连这个王储的王储接班人位置都可能受到影响等等，所以他会跟他再谈。这次当然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见面，要继续谈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这里头还包括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种和平条约的问题啊。美国现在正在推动这个事情，用50亿的美金现在要去帮助这个巴勒斯坦经济建设，但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并不领情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跟这个沙特谈了很多有关于伊朗的问题。然后之后呢，就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了，这个很有意思。他当然吃早餐是跟习近平，是跟这个沙特吃，但是在他的行程里头，他并没有讲明他要不要跟习近平吃早餐吃午餐。所以他的这个谈话时间是早上11点半开始，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那11点半开始呢，你要谈多久呢？谈20分钟，谈50分钟，还是说谈完之后要吃饭呢？因为他下面一个会议下面一个会议是1点5分，这边我把它漏掉了，是周六下午1点5分。那么1点5分就很奇怪了，所以他跟他见面中间过去剩下还有将近1个小时35分钟的时间，他才要去跟这个下面这个另外一个人去见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多少时间能够跟这个习近平谈，而且这个谈的时间又这么早。假定说双方还在吃午餐的话，那么你再扣掉午餐时间，再扣掉双方翻译的时间，所以大概90分钟如果不到的这个时间中间，到底能够谈多少，能谈什么？所以从这个时间去推断来讲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没有这个真正的实质的事情会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在刚刚有报道的是说，他们在这个见面之前的确是有一个所谓停火的声明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假定有午餐的话，这个午餐就是吃得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大家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只是决定了我们现在停火，然后我们再开始继续往下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从中方并不刻意去提这个川普的名字，不去刻意提这个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一次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轻松，或者是这个不致引起更大的纠纷，或者造成更大的难堪，一个比较这种平稳过渡的一个午餐啊。如果是有午餐的话，也有可能晚上都不吃午餐那不吃午餐的话，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当然就比较难堪的一点啊。如果有午餐的话，当然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还至于坐下来双方吃个饭。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很奇怪。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值得可以观察的。那么在后来，他就要见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厄多安。那当然，这个厄多安也是一个大问题。厄多安最近在政治上遇到大挫败，因为这个伊斯坦堡的这个市长选举结果这个反对党大胜。这个他所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没有赢，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这个挫败，也表示说他可能包括连接班人都可能出现问题。当然，这个土耳其跟美国之间还有别的问题包括这个土耳其最近买了这个俄国的飞弹，还要买俄国的战机。那么这个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成员之一，他怎么可以跟这个俄国人这么接近等等，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些这个问题要解决。另外包括这个中东跟叙利亚的问题，因为在那边这个库德族。他的存废跟这个伊朗跟这个土耳其的支持，伊朗这个土耳其一直要准备进去这个叙利亚境内去剿灭这些库德族的这个说法，所以这里头有很多事情，他们还要去把这事情搞定。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川普在这个日本这一次要见，据白宫的公布了是要见9个参加9个双边会议，见9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所以看起来是相当忙碌的。如果在2天之间。那么川普在这个结束之后呢，他就要去韩国去访问了。那么这个对韩国来讲是一件大事情那么当然这里头去，他还会去这个军事这个非军事区他上次想搭直升机去看，没有能够成功。这次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要想搭飞机去这个搭在这个非军事区这个上面搭直升机来看一下。那么
一直会有说这个是不是金正恩那个时候也跑过来跟他谈判，这个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方也没有这个准备，也没有这个预告。那么到目前为止，朝鲜昨天还在骂这个美方啊，还是在重复这些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双方在这个分阶段来废核跟这个一次性这个搞定废核这件事情，双方一直没有这个太多的交集，所以看起来这个不可能会发生所谓的这个第3次的这个川金会，或者是三方坐下来谈啊，大概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川普这一次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情况啊。那现在当然大家就在等这个川习会之间对贸易情况对这个经贸战会有什么结果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下面一个题目来讲，下面题目就讲到说，这个外界因为这个全世界都在看这个经贸战的问题，所以相对的就一方面当然看这个川普的这个在川普自己在这个国内里头的这些处境好跟坏啊。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当然要看习近平在中国自己内外的这种情况。就川普这人来讲的话，我们顺便就插播一下呢，昨天晚上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辩论的第一轮呢开始出来。那么有10个啊，因为这一次参选人非常多，民主党的出选参选非常多，20个人出来这个参选，所以民主党呢就分2天，在这个在这个迈阿密啊做这个政见辩论会。昨天晚上呢是第一波啊，前10个人出来，在最左边这个是纽约的市长这个白思豪，那么其他在中间这位女性比较矮的这个女性呢，现在是这个叫伊丽莎白华伦呢，是参议员等等。那么这个我现在要讲的原因就提到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一批昨天去参加的这个10个辩论的人啊，到今天早上起来，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大致的评论，几乎美国一般的反应是说，当然这里是10个人，有人说谁好啊谁不好，怎么都有讲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不好。可是呢，相同的大家普遍的意见是什么呢？这10个人没有1个人能够打败川普。意思是说，你如果要从这10个人里头，昨天晚上这10个人来讲，这10个人你要挑1个人出来，在明年的选举都跟川普对杠的话，这10个人都不行。勉强的是可能是这个伊丽莎白华伦啊，这位中间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位女性这个麻州参议员，勉强她有可能，那么其他人都不必谈了。所以川普至少在昨天啊这个10个人里头，第一轮来讲，他的地位是非常强的，因为大家认为说这些人绝对不是川普的对手。那么唯一可能的这个对手呢，是在今天晚上另外10个人，今天晚上另外一组出这个辩论的人10个人出来，这里头包括呢前这个副总统拜登啊，还有包括这个另外一个华人这个竞选者杨安泽。当然我们不是说杨安泽有希望了，意思是说还有这个桑德斯啊，这几个算是比较这个重量级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就昨天晚上这个辩论的这个情况，每个人的气势、讲话的内容，还有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信任感跟知名度等等，昨天晚上这10个人都不足以打赢川普。那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事实上在国内这个政治局势，甚至到明年选举，他都有可能会连任，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本。他不管去跟哪一个国家谈事情的话，别的国家都不能够对他这个掉以轻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可能只做到2020年就做完了，他可能2020年一直做到2024年，所以你必须跟川普要做长期的这个打算。所以从昨天晚上这个看起来讲的话呢，川普可能增加他2020年连任的这个机会很大。那么当然，你从也许今天晚上这个辩论结束之后，更可以确定这个民主党里头可能都没有办法是川普的对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给川普增加了很多跟任何一个国家去谈判的政治筹码，特别是跟中国来讲。那么在经济面这边，那当然美国的经济还是相当强硬的。虽然这个联准会一直想办法要加息不加息，要不要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次事情上跟川普闹得很不愉快。那么但是总体来讲，美国这个经济势头还算是好的啊。这个股市这个道琼随之可能就有破这个3000点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说这一次这个跟这个习近平之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的话，或者是这个双方的谈判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年底，或者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再谈的话，我给你保证，明天这礼拜一的股市一定会一路飙上去，甚至可能超过3000点。那么这个对川普来讲，又是一个他施政非常优异的一个表现。
那么相反呢，我们看这个中国这一方面呢，中国这方面在一开始即使没有贸易战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包括这个企业的负债，还有国企的负债都很严重。那么想办法要提振老百姓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消费力等等这些事情，但是中国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要做。你可以看着从国防，从中国来讲，这个所收的这个经费的国防还有维稳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那这个钱如果拿来在这个教育、在社保啊，在这个方面做，这不是很好吗？但是中国没办法，因为他还必须这么多钱要花在这些看起来没有办法自以为制造敌人这方面来的东西。那么现在看到像 Bloomberg 这个东西啊，他这个讲的说的什么？他说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一次啊，他真正的遇到了这个外界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是来自川普。他没有想到，在这个习近平在他第2任开始做的时候，居然会出现像这个混世魔王，像川普这样子的一个人出来啊。那这个对他内部来讲是真正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他在这一次的见面里头，或者是说跟美国这个川普下的美国所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他如何能够一方面维持住跟美国的关系，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势头，但是同一个方面，他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国内的这些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这样才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才能回应美国的利益，才能跟美国保持这个良好的势头。所以他已经在这边，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个 Bloomberg 的说法是说，习在这个 G20上面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啊，他怎么样能够去这个 win over Trump， 能够从川普这边得到胜利，但是他又不会改变中国。所以改变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他按照川普的这个做法的话，那么基本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就要改变了，你国企就要退出去了，或者至少要退出去很多，然后民间企业都要起来，同时你要开放市场。这些所有的我们说的这些按照美国要求的这些做法呢，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在打击共产党中共的核心利益，从央企的控制，从人员的控制，从这个人事的任命到资源的分配等等，每一件事情都是要降低或者是减少，事后甚至最后完全剔除这个党在这个整个经济活动里头的这些作用。我们先不要讲政治方面了，党在经济活动里头的这些政治作用，所以这些东西对这个习近平对中共来讲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假定说党在这边没有办法控制经济，没有从经济方面的发展获得一个合法性的话，那么老百姓根本就不会理中共了。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如果要真正这一次的时候跟美国达成任何一个协议，而让这个川普很开心的话，那么他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他必须要做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是倒回来会伤害到中共的自己的核心的，所以他怎么样去做这个改革又不会伤害中共，又能够让美国满意？如果不可能的话呢，那么最后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就把这个25%的关税加到底了。那么加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中国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这个成本要完全提高，整个体制也必须要做改变。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就是说假定《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就是说，中国希望这个跟美国谈判之后，这个条件之一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关税都取消。那么这个话也倒过来证明，这个川普用关税这个武器的确是伤害中国很深啊。所以中国绝对不想要关税继续在这个上面来。那《华尔街日报》当然也是这条标题，这个标题是说现在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有很多的这个货物中国的货物都是转口到别的国家，然后从别的国家再运到美国，其中特别是越南基本上中国现在很多的这个产品都到越南，从越南另外再贴了标签再运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显示出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量暴增这个当然是这个才能够解释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又是另外一篇报道是什么呢？ China economy slows further。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去跟这个川普谈话的这个见面的时候呢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慢下来了。那么这里头这篇文章里头提供了几个5月份的数据包括中国人购买车的这个支出，中国人买房的支出，就是说这种大型固定性的这种支出呢，基本上都是在减少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这个让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去谈话的时候底气比较没有太多的底气。所以你看这个说法，他第一句话 The fragile economy gives Xi a less upbeat backdrop for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counterpart。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现在比较脆弱的经济
然后让习近平去跟川普谈话的时候呢，他这个谈话的这个背景稍稍有点弱了，就是他有点底气不足了。这个话讲起来，大概在国内都看不到这样子的说法了哈。当然，这个也许就是唱衰中国，或者是又是一个就是抹黑中国这个说法。但是如果就这个 Bloomberg 这种媒体来讲，他写这个东西不是给完全给美国政府官员看，他不必去这个取悦啊这个美国政府官员。他重要的是说，他面对大量的投资人。美国国内国外国际的大量投资人跟投资机构要看这个事情的，所以他如果讲错话或者是传达不实的消息的话，那么以后投资人跟投资机构都不会把这个布隆伯格这家媒体当真了，认为他登的都是假消息，所以他们要做这种评估，要做这种讲法也是相当谨慎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是说这个，他说这 government 啊，他说第二段讲的话，我们就看他美国人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中国政府跟中国央行哦。have tried to funnel stimulus to the smaller company and the private sector。就过去呢，这个央妈啊，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放款啊，降低这个利率呢，想办法这个钱呢，刺激这个民间的这个小的公司，还有一些小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产业，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增加他们的消费，然后这样子来继续推动这个中国的内需的经济啊。但是这显然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他们现在遇到更多的这个更大的这个痛苦。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国内的出口啊，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出口了，一直还要面临25%的这个关税，从美国来的这个关税啊。所以这个话就是说，一方面美国这边有关税，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就是美国因为现在有25%的关税上去。让中国现在生活这个企业很不好，所以中国这个一直把这个利率降下来，然后又把这个货币宽松这些事情来应付这个美方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你倒过来也可以这样讲，说为了要这个能够存活下去，这个调整这个经济，所以中国一直不断的在这边去用这个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个降息美国这个关税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习近平现在基本上所面临的东西。他说。这个最后一句话，他引用一个经济学家人说，他说其实假定这个经贸战呢都没有再加深的停止了，或者现在停止的话，这个他们这一次见面都停止经贸战来的话呢，这个 pressure still mounting on the smaller company， 就是这个彭博自己的分析是说，就算这个经贸战暂停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很多的名气啊，中国的名气还是压力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中方现在就是央行，包括李克强前一阵子在今年4月所做的这个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东西来讲，基本上都陆陆续续都不见得成功了，所以下的这个药啊，可能就没有效了哈。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么昨天还冒出个这个布鲁默自己冒出个新闻，就当然也是提供美国这个要制裁华为的这个主要的理由了。这个彭博自己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研究结果就发现说，华为 personnel 就华为里的员工呢，跟这个中国的军方一直在合作进行各种不同的这种合作计划，包括人工智慧到卫星定位什么这些都有啊。那么这些人本身这个所做的研究呢，陆陆续续都在这个中外的这个科学期刊里头都有发表。那么这个布隆伯格这家这个媒体公司啊，彭博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倒在一起来整理一下，就发现出来说，这个华为这些员工啊，的确是跟这个中国解放军这边有进行这种各种不同的研究跟合作。那么当然，华为这边说法是说，这根本我们不知道，这是个人行为做这个事情跟我们华为没有关系。所以华为的这个就是说，华为 is not aware of its employee publishing research paper 啊，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做不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没有鼓励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华为没有所谓任何这个研究的这个单位啊，或者是这个研究跟发展单位，这个 R&D 啊，研究跟发展单位合作，或者是跟这个解放军在任何跟解放军的任何研究机构，我们都没有合作，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否认的情况啊。然后他们也去问了中国国防部，中国国防部当然现在不会回答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几篇文章合在一起，就给大家就是在这个关口下，还是让大家知道说，华为的确跟这个双方跟这个解放军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文章这些发表的，在这个时候发表也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
就是他们很担心，担心这个川普啊又会拿华为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方式去跟习近平谈，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刚刚最近这1-2天所问到的发表的文章是说，习近平有2个条件跟美方要谈，就是说我们要谈的话要谈有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把这个压迫华为这个事情停止，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取消关税这个限制，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他们才做，所以可以见出来说这个习近平要拿华为来作为讨价还价这个方式，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川普就上了当了，就说好吧，你现在要讨价还价，那我就不再继续进行这个华为了。所以这几篇文章出来啊，就是讲这个华为跟解放军关系的密切程度，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警告川普，你不要上了当，你不要拿华为作为经贸战的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发展啊。好了，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就看一下这个加拿大这个很倒霉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关于加拿大猪肉这个进口到中国啊，出口到中国，结果现在出现了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这个有关加拿大这个出口的问题是说呢，主要是说中方的这个检验单位啊，发现这个在加拿大这个出口到中国的这些猪肉上面的这个检验单里头啊，基本这个检验单是造假的，有好几份的检验单说这个猪肉都是正常的，都是符合安全的这个规定，但是呢，这个中方呢，在这个加拿大来的这个猪肉里头呢，验出来发现有瘦肉精。这个瘦肉精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猪长得很快，然后肉很精实，但是这个吃了之后对人体就是有害处的。就基本上这个瘦肉精是可以用的，但是用在有限的地方。有的国家是100%禁止，有的国家并没有那么严厉。那么在中国来讲，当然是对于瘦肉精属于100%禁止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啊，所以他们现在验出了这个事情。可是呢，这个加拿大跟中国之间这个猪肉啊出口，不是1天不是2天的事情，是长期出口。那么这个加拿大的猪出口啊，基本上大部分这个2%以上都往中国送，都到中国去了，为这个加拿大带来将近有3000亿左右的这个收入啊。所以是一件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入来源，那都没有出问题，加拿大也都符合这个所谓中国的要求，那么整个产官呢，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会之间突然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就开始去联想，这个是在北京的街头所看到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猪肉，你像这个 bacon 在左下面这几个 bacon， 加拿大的这个培根肉据说是在美国来讲就是也不便宜啊，吃这个培根肉，就是说是这个味质非常鲜美的东西。那中国人会吃的话，其实吃这种培根肉也蛮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就不准进口了。那现在传出来消息说中国在查你到底是谁在伪造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出来的加拿大这个报纸是说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贸易部长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可能是有人by somebody 啊，可能是有人在蓄意啊。在这个事件里头做了一些手脚，而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检验的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不实的这个讯息，然后呢再把这个检验报告做的假。因为他们在这个报告里头，这个中方至少从中方的角度来讲，他们在检验报告里检验书里头发现有作假的嫌疑。那么现在这个加拿大那边说法是说，的确绝对是有人从中下手。需要伤害这个事情，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中国跟加拿大本来是很好的，本来是关系好到不行，大家都跑到加拿大去，除了美国就跑到加拿大去买房子。那么最近当然是因为孟晚舟的案子出来之后，加拿大开始不断的像这个南华早报是说，中国停止所有的这个 all meat， 所有从这个加拿大进口的这个肉全部停止了，是因为有一个 forged pork certificate， 是一个假造的这个猪肉的这个安全验证书。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现在查，加拿大说这不可能的，我们这么多年都是正常在做这个事情，怎么会突然之间你冒出有这个事情出来？所以呢，这个中方被问到这个事情，说是不是跟孟晚舟有关？这个中国为了又要想要报复加拿大，就把这个事情弄来。这外交部就说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跟人没有关系。这个外交部的部长耿爽就说了，他说我们已经发表声明了，都说了，他说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啊，这个近期海关部门在检验加拿大舒华的猪肉产品书，验出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东西，就是瘦肉精的意思了啊，因此暂时停止的这个东西都停止了。那么发现188份这个造假，
这都是比较这个奇怪的，因为怎么可能到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因为以前都没有做呢，所以这个是他们说这个是可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这个通过官方这个证书证明说这个都是假的。那么这里头对于说这个加拿大输到中国的这个肉类有这个明显的安全违患，因此为了保护中国消费者安全，这个维护中国这个食品安全是中国政府的职责所在。这个话讲的就是大家听了就觉得很可笑了，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官方的说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基本上停止了。他最后一句话说，至于你刚刚提到的孟晚舟案，我想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要求严正不对待中国的关切，释放这个孟晚舟，让他平缓回到家中。这个话有点不打自招啊，这个又是把这个事情再说一遍，可是这个话里头隐含的意思也还是在这里头。那么这个问题现在要怎么解决呢？如果说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这个安全验证书是造假的，那就要搞出来是谁造的假，假定是有这个东西，那背后把这个人抓出来，那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就解决掉了。因为这不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不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不是一个这个长期有一个单位有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不是的，是因为造假所造成的。事实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瘦肉精并不知道，还是说都是有瘦肉精，这么多年来都有瘦肉精，但是这个官方的文件说是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根本就是中国的海关失职了。假定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肉都有瘦肉精，那这么多年你怎么都没有查出来呢？所以这里头显然有很多猫腻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近代这个加拿大政府也好，或中国政府也好，他们去查到底这个安全这个证书188份，这个188份的这个安全检验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谁出错？是人为疏失呢，还是真正的有人在里头在这个蓄意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有的话，又是为什么？动机是什么？是继续破坏，还是真正的是这个找了一个借口，继续在这个给加拿大这个做出还以颜色？因为孟晚舟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大家以后再来看这个发展会是什么好，今天我们跟大卫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minjingnews。